山松针叶柔软，像这种10几年的枝干，还能随意拿弯，对它操作变形、盘扎、破口拿弯都可以。柔是山松最大的特点，也是山松在造型上首要表现的重点。这盆山松上盆3年，根系生长好，想怎么操作都可以。松树种养不好，一般是没有给它自由生长的时间，忍住2年不折腾它，没有种不活的道理。把这个左干拿弯定型，做一盆高干造型。山松的柔韧性强，对它定型的时间要比其他松树稍长。对这些粗枝也做定型。松树盘扎要在比较后进行，像山松容易出不定芽，前提是没有对枝干的芽点造成伤害。山松枝条柔软，铝线用粗一点，这样可以避免对皮层的损伤。山松枝条容易从接口部位开裂，操作前包上胶带，再进行扭动变形。把这个枝条做顶，顶是盆颈高度的中节，因此也叫节顶。节顶清晰明了，整个盆景的造型立意才能更好的呈现，这盆盆景看上去就比较顺眼。对山松避芽比其他松树更为简单，枝条短剪芽头，枝长直接剪短。山松的针叶细长稠密，避芽中要拔掉部分针叶，主要是拔掉不想出芽地方的针叶，像这个下端的针叶都可以把它拔掉。完好山松要求比较高的地方是短针，短针与避芽是2个不同的概念，2个不同的操作。短针是在松树基本成型的时候进行，对松树短针是修剪避芽后的一个控水养护过程，主要是对盆土干湿状况的处理。山松耐旱，出芽后1个星期左右，保持盆土偏干，针叶就会变得短小，但这个操作每年都要进行。还没有成型的松树去短针，影响它的生长，在表现上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在松树培育阶段最好不要进行。山松避芽与缩枝是同时进行的，待针叶剪短枝条，既可以避出芽来，也可以使枝条肥硕。采挖的山松枝节一般都会很长，对枝条逐渐肥缩，在枝条的后端避出不定芽，是山松培育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。山松的这个特点与其他松树也有很大的不同，山松肥硕枝条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。对山松造型，粗枝的长短比例是否协调，所形成的枝托是否丰满，就在枝条肥硕避芽的效果上。这些是今年肥硕枝条后发出的侧枝，稍微控养了一下，枝节明显变短，在这个时候再做一次肥硕。对比较短的侧枝，剪掉芽头，逼出芽来形成多基侧枝。松树成型的时间长，大部分时间就要耗在避芽和肥硕枝条上。做好了基本处理，再对枝干做取舍。高干造型出枝一定要简洁，从上部枝条开始，像这2个同方向重复出枝，剪掉1个枝，把树干露出来，对枝托进行肥缩，把出枝的方向和角度调整好。下端这2个枝也出现了重复，取这2个枝相隔距离过长。总体取舍后，对顶和上端枝要进行控养，将枝条进一步肥缩。下端的这个枝条要进行放养，培养这种下漂的枝还需要若干年，直到上下出枝的比例协调，这盆山松才算基本成型。我是山泉浓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